两个中俄友好国家先后反水，情况有点不妙了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塞尔维亚援乌武器，两国先后反水，透露出的问题很严重。这次的情况确实有点不妙，因为有两个之前对中俄友好的国家先后反水了。哪两个国家？一个是塞尔维亚，一个是菲律宾。我们先聊聊塞尔维亚的情况。前不久，西方媒体流传出一个新闻，塞尔维亚正在秘密为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，其中包括3500枚冰雹火箭弹。虽然3500枚火箭弹在乌克兰获得的海量武器中不值一提，但由塞尔维亚这个中俄友好国家提供释放的信号令人不寒而栗。所以俄罗斯在听到这样的传言后，立即表达了关切，暗示塞尔维亚给予解释。当然，塞尔维亚并没有老老实实地承认。然而，早在1个月前，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就曾宣布，在西方压力下，塞国或许不得不对俄罗斯发起制裁。由此可见，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也并非空穴来风。当然，跟菲律宾比起来，塞尔维亚的不得已应该算得上比较让人理解的了，因为菲律宾相当于是主动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。前段时间，西方媒体一直在炒作什么美菲澳南海联合巡航，但是鉴于中菲过去几年的友好往来，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，觉得可能是西方媒体在捕风捉影。但随着菲律宾官方对此正面回复，我们终于可以肯定菲律宾彻底反水了。前不久，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证实，菲律宾正在制定南海联合巡航准则，其中就包括了南海联合巡航。另外，他还特别提到，联合巡航存在其他国家参与的可能性，菲律宾将与美国在两军防务合作的框架下进行讨论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大家都知道，一旦有美国参与，那几乎等于是美国说了算。既然如此，那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加入基本就是能够确定的。有关南海联合巡航对我国主权的侵犯，我想用不着我在这里赘述了。总而言之，这样的行为基本是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。过去几年建立起的中非友好也在此刻成为泡沫。先后两个中俄友好国家态度大变，选择站在了我们的对立面，透露出来的问题非常严重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拜登怎么策反他们的？美国的招数大抵也就两种：威逼和利诱。像塞尔维亚，美国在巴尔干半岛挑起矛盾，使得科索沃与塞尔维亚的局势迅速升温，武切奇不得不寻求西方帮助，同时欧盟再许以经济支持诱惑，最终让塞尔维亚这个坚定的亲俄派倒戈。放在菲律宾身上，则在威逼利诱的基础上多了一个因素，那就是菲律宾自身对南海的野心。事实上，从这一系列的事情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拜登虽然年迈，经历不复从前，也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或者功绩，但是与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相比，拜登非常擅长使用群狼战术。在他的操纵下，越来越多的国家不管情愿不情愿，都与美国站在了一起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问题。个人认为，最大的问题就出在我们缺乏保护友好国家的对策。你像美国，他为了维护霸权可以耍无赖，武力压制也好，经济制裁也好，只要你不听美国的话，美国就要从你身上撕下一块肉。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像中俄这样，在美国的制裁下咬牙挺下来，更多的还是会选择屈服。那如果我们拥有足够好的手段，让这些国家即便遭遇美国制裁，也能保持国家的稳定运转，那我们的反霸事业是不是就更进一步了呢？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解决美国耍无赖的办法，为友好国家提供好的保护方案，让他们能够坚定地站在反霸的阵营中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